俗话说，智者要事业不忘健康，愚者只顾赶路而不顾一切。人生最大的资本就是健康，健康不能代表一切，但是没有健康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。在古人看来，养身不如养生，养生重在养气。古人非常注重养生，在《黄帝内经》里，黄帝的老师岐伯就曾告诉黄帝说，人类的正常寿命是120岁，古人也将120岁称之为天命。天命是2个甲子年，一个甲子年为60岁，古人也认为活不到60岁的人都是夭，夭折的夭，所以在民间，老人只有过了60岁才有资格庆祝寿宴。可是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能活到120岁。针对此，黄帝也曾问过老师岐伯，岐伯是这样回答的：上古之人之所以能活100多岁，甚至达到天命的120岁，是因为他们知道，这个道就是阴阳中和，即养生的总原则。食饮有节，起居有常，不忘坐牢，就能形与神俱。对于养生，古人也总结出了很多经验，流传于民间。其中所谓的辰时壮火，午泄残精，命短阳衰，就是告诫大家一定要重视养生。这里面包含了很深的养生知识，如果真正理解了这3句话，想必对你也是大有裨益的。首先，辰时壮火，辰就是早晨火，有2种意思，一种是生气产生的怒火，一种是营养过剩产生的胃火。也就是劝诫大家早上起来不要吵架，因为这个时候体内的阳气正在生发，吵架会让火气越来越大，血压上升，对心脏也不好，尤其是中老年人。还有早晨起来不要吃得过于滋补，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脾胃还没有打开，运化精微物质的能力有限，滋补过多会上火心烦，脸上冒油。再来说说午泄残精，午是中午的意思，残精也有多种理解，例如阳气、精气、精力等等。中医养生一直讲究人与自然相应，中午是一天里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，这时候人体的阳气也都在体表，而我们体内的脏腑反而是处于比较空虚的状态。那如果你这时候不仅不休息，还去做一些耗精的事，比如剧烈运动或者是房事，都会导致体内精气流失。所以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是午睡一会儿，有利于脏腑的休养。最后一句命短阳衰，说的是过度消耗人体的阳气会影响寿命。阳气为我们人体提供生机和活力，保护人体不受外邪的侵袭。如果你阳气衰竭了，当然健康也就存在危险了。所以大家平时要对自己的身体多关注，发现症状及时纠正，不要等大病来袭才后悔。明代的张景岳有一句话叫天之大宝，只此一丸红日，人之大宝，只此一息真阳。自然界的大宝，一切的生命之源都是太阳，
人体的气血运行跟大自然有着共同的规律，所以我们说人参小宇宙，那人体的生命之源是什么？是你自己的阳气。你这个阳气是与生俱来的，你千万不要糟蹋它。黄帝内经中说，阴成形，阳化气，阳不足，百病重生。现代人阳气伤得太厉害了，年纪大的人阳气弱是自然之理，但有不少青壮年的亚健康问题，也往往是阳气不足惹得祸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的阳气还够用吗？不妨对照着看看下面这些症状：你有眉淌腔，脸蛋像个大油田，总是油腻腻地洗不干净，脾胃凉凉的，小腹凉凉的，手脚凉凉的，喝水不少，但不解渴，还老爱跑厕所，难入睡，好不容易睡着了还睡不踏实，容易醒，大姨妈痛的都想把这亲戚给砍了，没人想你还老爱打喷嚏，动不动就着凉感冒，超容易上火，生个气就冒痘，吃点辣就嗓子疼。阳气的损耗是日积月累的过程，不知不觉间，凡人的困扰也会找上门来，腹痛腹泻，手脚冰凉，鼻炎过敏，没有无缘无故的痛。当人体的阳气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人的身体就会变得越来越弱，神气越来越差。所以中医看病首先看神，如果看到病人神已经失了，就知道病非常不好治。当最后一丝阳气消耗完的时候，就是生命结束之时。古人有言，纯阳为先，纯阴为鬼。中医说阳化气，阴成形。阳是人生的动力，是能量，而阴是物质。所以人死后，神没有了，人也不会动了，只剩下一副身体，也就是只剩下阴了。再触摸一下那些身体，都是寒冷的，没有温度，这就是没有阳气的表现。所以中国民间把人的寿命称为阳寿。中医常说阳气是最好的药，因为阳气可以温通百脉，它在哪里，哪里就会少生病。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阳气都是不一样的，有的人阳气多，有的人阳气少，偏偏还喜欢做一些损阳的行为，以至于到最后身上各种小毛病。而如今生活中，很多人不知不觉的就因为不当的生活习惯耗伤了自己的阳气。那么什么行为最消耗你自己的阳气呢？一，露脚踝，露肚脐。乍暖还寒的季节，随处可见穿矮脚裤露脚踝和穿低腰裤露肚脐的年轻人。在中医看来，他们会为所谓的时髦、性感、骨感付出健康代价，容易造成脾胃不开、肝郁、妇科病以及四肢关节痛、颈椎病等问题。1.1 裸露脚踝，诸阳之末被毁。在中医理论中，人体上为阳，下为阴，保养要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。所以正常人应该是头部微凉，手脚温热，露脚踝让脚挨冻，是让阴上加阴，即厥阴，这属于逆，
是在做病。角落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穴位，三阴交。三阴是肝、脾、肾三条阴经的交汇穴，肝脏血，脾统血，肾脏经，交汇也。三条阴经穴交汇于此，故名三阴交穴。此穴受到寒邪、肝、脾、肾三条阴经同时重伤，如果一定要美丽动人，至少要掩盖住三阴交穴吧。1.2 路腰路脐，命门真火殆尽。除了鹿角裸，现在的裤子也越穿越低，鹿腰鹿脐体现了性感和个人魅力。可是在我们的腰背部有个非常重要的穴位，命门。肾是人的先天之本，命门里藏有真火，肾气具有温煦全身阳气的作用，人体阳气十足，则百病驱除。此外，肚脐也是一个重要的穴位，神阙。神，尊也，上也，长也，指父母或先天，血即牌坊也。神阙意指先天或前人留下的标记，它与人体的五脏六腑相通，尤其是肚脐和小腹临近，经常露肚脐会让更多的寒气通过肚脐而进入小腹中的子宫内，子宫内有寒气就会出现宫寒的情况，不仅会导致痛经，甚至可能产生腹痛不孕的情况。所以我们想想，在古时候女子是不是习惯穿个肚兜？那可不是仅为了美，因为正好可以保暖女子整个腰腹部。早上洗头，浇灭阳气。早上是阳气刚升起来的时候，就和打火机的小火苗一样，很脆弱。头部是诸阳之会，阳经在这个地方交汇。你早上洗头来不及吹干，随便糊弄一下就着急慌忙去上班，很容易让寒湿聚集在头部，堵塞经络。虽然中国各朝各代的中医典籍中没明确说晨起不要洗澡，但阴阳消长却早就告诉我们了。内经曰：阳气者，一日而主外，平淡人气生，日中而阳气隆，日西而阳气已虚。所谓平淡，就是太阳出现在地平线的时候，这时正是人体的阳气出生之时，因为出生所以相对弱，也正是需要引导和抒发的时候。此外，早上7点至9点正是足阳明胃经当令，这个时候洗澡洗头，等于把全身的肌肤腠理打开，而且这个时候全身的大部分气血都集中在足阳明胃经，等候着消化早餐。这样一来，人体体表极易被寒邪侵袭，且头部乃诸阳之首，所以这个时候洗澡等于是把阳气生发扼杀在摇篮里。3. 房事不洁，损耗肾阳。房事是最损耗阳气的，肾藏精，精化气，万病不治求于肾。郁不可纵是中医养生学的基本要点之一，古今中外对性进行了多种多样的探索，主要有3种观点和流派：一是纵欲，一是禁欲，一是节欲。
前二者走向极端是有害的，而节欲则是辩证地提出性生活的适度。节制于人体有着重要养生意义，正如古人所言，房中之事，能生人，能杀人，譬如水火，之用者，可以养生，不能用之者，力可失矣。这些话告诫世人，房事应该有所节制。中医学历来认为房事不节，劳倦内伤是治病的重要原因。实际仓公传载病例25个，其中病因于内及防劳者有8例之多，因为失精过度或不懂方法，违反禁忌，必然耗伤精气，正气虚损，致使百病丛生。三元延寿参赞书指出，书云：欲多则损精，可保者命，可息者身，可重者精，肝经不固，目眩无光，肺经不交，肌肉消瘦，肾经不固，神气减少，脾经不坚，齿发浮落。若耗散，真经不已，疾病随生，死亡随至。阳足阴出，阳足身安，阳足病愈，阴阳紊乱，生活乱糟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则病至他来。4. 非是作息，阳不归根。我们体内的阳气分为2部分，一是先天之阳，也就是元阳；二是后天之阳。先天之阳是来自于父母的遗传，它相当于体内的火种；后天之阳是饮食起居中摄入的能量，转化而来的阳气。而先天后天的阳气互相滋养的关键，就在于睡子时觉。中医认为，最佳的睡眠时间为亥子丑3个时辰，这6个小时相当于1年中的冬季。冬主收藏，收藏对生命来说就是归根。灵书营卫生会说：夜半而大会，万民皆卧，命曰合阴。子时正是人身血气相会，万民皆卧，大家都睡觉的时刻，由阴化阳的天时。古人道法天地，遵循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与天地的作息保持一致，故能神清气足精满。但现在年轻人经常熬夜晚睡，作息时间与阳气升降出入规律相违背，人们已习惯于晚睡，含有亥时入睡，甚至子时还在一郁结其精，以耗散其真。而子时为一阳生，为阴阳交替之时，若不能入睡，直接损伤的是坎中一阳，长此以往，坎阳亏虚，各种疾病应运而生。熬夜不按时休息，就不能让阳气归根复位，阳气的运行规律被打乱，身体只能不断消耗更多的阳气去维持平衡了。另外，现在很多白领平时每天上下班各种工作已经很辛苦，到了晚上还专门找时间和健身房运动，直到大汗淋漓，认为这样才是健康的。可是子午流注告诉我们，戌时19点至21点心包经最旺，清理心脏周边保修，以利于入睡。所以
晚上不要剧烈运动，这和刚才说到洗澡洗头的理由是一样的。早晨阳气生发，我们要顺应阳气生发，这时候运动是合适的。晚上阳气消退，阴气增长，剧烈运动扰乱人体正常运行，这样怎么才算健康？5. 适时寒凉，煎好甜辣。古人喜欢喝热水，无论再热的天，也不鼓励大家吃冷饮。中医讲虚虚实实，夏天人的阳气外散，吃冷太多容易损伤脾胃，寒湿蕴藏在体内，一到冬天就容易发作。现代人受西方营养学的影响，是食生冷水果。由于冰箱的普及，人们为求刺激口腔，好食冰冻食品，尤其喝冷饮之风流行，这些都会严重损害脾胃阳气。尤其在夏季，人体阳气外散，胃肠反而呈虚寒状态，故夏季应饮食清淡，温食热饮。若是以生冷食物冷饮来解暑，则是犯了虚虚实实之物，脾阳受损则运化不利，出现腹痛、腹泻、乏力、消瘦等症。甜食容易生痰，人体无法运化，就生湿邪，湿为阴邪，且重着粘滞，阻碍阳气的运行，导致阳郁阳虚症。所以吃糖太多很容易导致阳气损伤。喜欢吃辣，则使人精神亢奋，阳气耗散加快，也会导致阳气亏虚。6. 大量吃水果，因寒灭脾阳。随着健康饮食理念的兴起，许多人都开始吃水果养生，不仅多吃，还要变着花样吃。在许多新闻报道中，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因病而选择断食，试图依靠果汁来挽救生命。也有人为了减肥，用水果代替正常的3餐，甚至有人直接将果汁注入血液中。《黄帝内经》说：五谷为养，五果为助，五畜为益，五菜为充。身体最需要的能量和营养，大都来自于谷物等主食。水果性味寒凉，作为日常饮食的补充尚可，如果吃得过多，甚至妄图以它取代主食，就会严重损害人体脾胃功能，尤其是伤及脾阳，影响运化和化生气血的能力，导致体寒体虚。7. 人燥贼风，夏月伤寒。内经中提到虚邪贼风，避之有时，伤人避风如避矢石。可见古人对风邪是防范有加的，因为风邪不但为百病之长，也是六淫之先行官。风邪侵犯肌表，以致表虚，接着其他邪气就可以乘虚而入。尤以寒气对人体的伤害最大，寒邪属水，能灭火，最伤人阳气，而阳气为人身立命之本。张仲景著《伤寒论》而成医圣，可知紧避风寒之重要性。冬季外界寒风凛凛，水冰地彻，但人体毛孔收紧，加上厚衣附体，风寒之邪并不易侵犯人体。而夏季阳气外散，毛孔开泄，无异于门户大开，
此时若立即吹电扇或进入空调房，从外面的火炉中进入空调室，顿时一阵舒爽。然而巨大的温差给人带来巨大的隐患，过度的凉爽也意味着过多的寒气，风寒之邪就会植入肌肤、筋脉、骨节，若不及时排出寒气，更会侵犯六腑五脏，乃至成不治之症。可见人为邪气对人体之伤害远甚于自然之气。中医讲风邪为百病之长，风邪是百病的先行官。风邪入侵体表，以寒气为主，伤人阳气，从而为百病开路。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就是在讲风邪之弊。夏天吹空调太久，一定要注意洗热水澡，如果不能排出寒气，早晚会成为身体的隐患。8. 生育延迟，产房受寒。根据道医理论，生育最佳年龄女子为37至47，男子为38至48。如今在城市生育年龄普遍延迟，且孕前不注意保养肾精，导致父精母血亏虚，纵能受孕生产，但先天之元阳已亏，元阳不足将贯穿人的一生，其阳虚体质很难改变。现代医学从优生优育的角度出发，也证实女性的生育年龄在23至30周岁之间为最佳时期，男性为30至35周岁。先天阳气不足，影响孩子一生，这是后天很难改变的。另外，产妇所在的产房和手术室冷气充足，新生儿从温暖的羊水中出来，极易感受寒邪，若不及时采取保暖措施，将会伤及婴儿阳气。古时小孩的生存有自然淘汰的过程，或自然流产，或幼年夭折，而生存下来的小孩阳气都比较充足。而现在通过促孕保胎出生及婴幼时期以药物维持生命的小孩，阳气自然就比较亏虚了。9. 运动不当，得不偿失。现代人崇尚生命在于运动的理念，身体不适或是生病时，往往认为是缺乏运动所致，于是开始定时定量，持之以恒地运动。但大部分人并未因运动得益，这是不明运动原理及不合理运动导致的。卢崇汉先生在《扶阳讲记》中提到，动能生养，也能耗养，适度运动是提升身体阳气的好办法。但如果错误的运动，不仅起不到生发阳气的作用，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。其实运动的本质是加强气血的流通，适合于阳气上足但气血不畅之人，或为饮食后腻，或为久坐不动，或为思虑过度。但要是气血亏虚的话，还是不要剧烈运动了。平时为了追求形体健美，强行加大运动量也要不得，这会导致形盛气，看起来壮实脏腑里，气血却虚得不行。这是主妖王的四诊绝微说行盛气者妖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除了因人而异以外，运动的效果也因时而异。素问《四季调神大论》提醒，
冬3月要勿扰乎阳，无泄皮肤。冬季大量运动出汗会影响阳气的收藏，尤其是肾阳受损。具体到一天之中，白昼阳气行于表，运动生阳，所以应该在白天进行，晚上阳气要入阴。这时候运动就会对人体气血的自然节律造成干扰了。但现代人白天都没时间，只能晚上运动健身，这就要权衡一下利弊了。10. 工作繁劳，阳气外张。现代人工作繁忙，竞争激烈，生活压力大，烦恼也增多。素问生气通天论曰：阳气者，烦劳则张。人体阳气依靠物质和精神的刺激，长期在外工作，不知及时收藏休息，一方面会导致阳气的亏虚，另外阳气太疲劳，导致无力入阴收藏，造成失眠，甚至神经衰弱，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。11. 物欲难止，壮火食气。过去辟谷是道家的修炼方式，传说可以延年益寿。现代科学也证明，少食可以延缓衰老，延长寿命。当今社会的主旋律是发展和消费，两者都在不断增加人的欲望。欲望是精神之火，而且是邪火壮火。内经提到壮火食气，故欲望也会消耗人体正气。老子告诫我们要少欲知足，要不上贤，不贵难得之货，不见可欲，其实就是减少我们的欲望，从而节省阳气，不让其过早的消亡。素问上古天真论曰：是以志闲而少欲，心安而不惧，行劳而不倦，气从以顺，各从其欲，皆得所愿，所以能年皆的100岁而动作不衰。中医讲，以志闲而少欲，心安而不惧，减少欲望，就是减少阳气的耗损，才能让人不至于过早衰亡。所以克制欲望，少欲少食，才是健康脏养之道。12. 热燥过度，腠理开泄。天气冷了，很多人一洗澡就浴把开得大大的，水温调得高高的，恨不得待在冲凉房里不出来。趁着冬寒去汗蒸桑拿泡温泉的人也是，到处人满为患。大冬天的非得把自己弄得大汗淋漓不可。要知道，洗澡是会耗散身体气血的，冬天人体气血一般都表虚里湿，洗澡汗蒸一类会使得腠理开泄，把阳气都赶到体表去，脏腑气血不足，神就失守。所以时不时会听说桑拿汗蒸有人休克的事，最直接的感受。很多人都觉得冬天洗澡后皮肤变得特别干，甚至会干得发痒，这正是气血耗散的缘故，血虚风燥了。另外还要注意，以下这几种情况都是洗澡的大忌。吃了个12分饱，顶着肚子进冲凉房，刚运动完一身汗，赶紧洗洗，饿了老半天，肚子咕咕叫，先洗个澡再吃饭，刚起床就往洗澡间跑。总之记住3点：
洗澡不要太热太久，气血不稳不要洗澡，出汗不要直接洗澡。13. 滥用药物，伤阳乏正，清热养阴，中医流弊。当前国内医疗界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抗生素的滥用。抗生素性属寒湿，口服主要损伤脾胃阳气，会导致胃寒、纳茶、呕吐、腹痛、腹泻等症，而静脉用药直接进入血管，还会伤及心阳，引起水气凌心症。激素则使人的肾阳直接外越，看似效果明显，其实是肾阳的透支，损害到人体的元气健康。还有其他的化学药物，若去除糖衣或胶囊后都成苦味，苦味伤脾胃阳气，长期服用西药必定脾胃阳虚。近500年中医药的历史使温病学独领风骚，不可否认它的功绩，但它的盛行导致滥用苦寒清热，导致阳虚体质普遍。外感病大部分是感受风寒，有极少部分确实是热邪伤阴症，短期清热有效，但久用必伤阳气。而慢性病主要为阳虚症，或者阳虚为主要矛盾，故陈修缘提出宁食温补，勿食寒凉。当代李可老中医也说，阳虚者10之8九，阴虚者百无一二。那当前滥用清热药的原因，一方面为医生的辩证不精，一方面则是用清热药比较安全。误用清热养阴药产生的副作用具有隐秘性，短期不会被发现，长期使用则大伤阳气。这就是用医杀人不用刀，治病用药是治国，养生防病是治阴。治病者事倍功半，防病者才能长治久安。扶阳的理念不仅要体现在临床辩证用药上，更要体现在养生防病上，要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因为扶阳是大道。中庸曰：道不远人，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我们应该把扶阳的理念普及给老百姓，使他们远离损阳伤阳的行为思想，使他们能够健康长寿。黄帝内经：凡阴阳之要，阳秘乃固，阴平阳秘，精神乃治。就是说，人体的阴阳能量，当你的阳气处在一个固密、饱满的状态下的时候，才能达到阴平阳秘。人的阳气越充足，密度高，则越凝聚沉稳，越不容易泄露。想要阳气充足、密度高，除了避免消耗、避免不必要的泄露外，还要提升固摄能力，高效增加人体能量。当人体阳气总量和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后，生命中的美好自然会日渐显化。看到这里，作为追求健康之人，你是不是迫切想知道如何才能补充阳气呢？除了要减少欲望，做到饮食有节、起居有常以外，其实人生哲理方面蕴藏着很多的固护人体阳气的方法。接下来我就与你分享涵养阳气的5个方法。1. 喜则生阳。喜则生阳，古人说，喜则阳气生。喜就是高兴，
高兴就能生发阳气，大怒是坠阴的。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是很容易做到的。我们要经常想一些高兴的事情，看一些娱乐节目，听自己喜欢听的歌曲，看自己喜欢看的书，包括自己的业余爱好，都可以使人的阳气生发。《黄帝内经》中讲到，百病生于气也，怒则气上，喜则气缓，悲则气消，恐则气下。由此可见，精神状态时刻影响着人体的身体活动，从而影响正气的强弱。精神愉快，心情舒畅，则脏腑经络功能协调，气血通畅，正气旺盛，邪气难以侵犯人体。动则生阳。华佗曾经讲过一句话，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，意思是说人一定要活动。怎么去活动呢？就是动跟摇。他说，动聚则骨气消，气血流通，百病无一得生。看看我们现代的人，吃一顿饭要4-5小时，再加上饮酒无度，吃完了喝完了就或坐或躺，身体怎么能好呢？动则生阳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叫静则生阴。阴是暗的东西，一瓶水把它放到门后，半年不用阳光去照射它，它会产生什么变化呢？时间长了，这瓶水会慢慢地生一些小虫出来，长一些青络之类的东西，滋生一些微生物。当然，从体质学说来看，动也并不一定就完全适合于每个人。比如说国学大师季罕林，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，就学一学乌龟静处，保持静静地观察的那种状态。他97岁时身体还是很好，可是有一部分人就必须得要动，比如前一讲说的寒性体质的人，相对要动得多一些。因为不动，体内的阳气生发不起来，阳虚的人是越不动身体越高，所以要选择一个适合于自己的运动方法。好静的人可以打一打坐，包括静坐、站一站住都是可以的。能运动的人就爬一爬山，进行慢跑，这些都是很好的生发人体阳气的方法。我们锻炼身体要讲究锻炼时间的选择，在锻炼时间的选择上，我认为按照动则生阳，静则生阴的原理最好。上午和春夏都属于阳长阴消的阶段，阳主动，动则生阳，所以阳虚的人应该在上午锻炼。相反，商晚和秋冬属阴长现消的阶段，阴主静静则生阴，那么阴虚的人当然应选择商晚静养，效果更好。善则生阳，善能生阳，就是只积德行善，也能生阳气。道家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献叫《太上感应篇》，里面对善下了3个定义：一是与善，二是事善，三是行善。与善就是要求我们说一些正面、积极、激励人的话。我在临床上发现好多聪明的孩子，有成就的孩子，小的时候都是在人们的夸奖鼓励下才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的。孩子处在这种阳性语言的氛围中，他的阳气会得到生发。所以古人讲良言一句3冬暖，恶语伤人6月寒。
就是告诫人们要与善是善，就是让我们的眼睛不要总看到社会人生的一些阴暗面，要多看阳光的那一面，好的那一面。为什么节假日大家都会结成团队去游山玩水？就是为看到养眼的风景。年轻人闲下来就爱看看帅哥美女的照片，为什么看呢？德国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，实验结果证明，男孩看漂亮女孩，如果每天能坚持看上5分钟，可以延长10年的寿命；女孩子看帅哥也可以延长寿命。这就是是善行善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能看到很多行善的例子，像汶川大地震，很多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，拿出捐款，很多义工自愿去支守灾区，这都是一种行善的方法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如果个人拉着一车煤或白菜爬一个高坡，上不去了，这时候我们从后面帮他推一把，过了这个坡以后，那个拉车的人回头对我们道一声谢谢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是什么感觉？大家一定会感觉到暖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高兴了，因为我们做了善事。好人，其实帮别人下，我们又能付出多少？古人讲千夫所指，无疾而亡。所以与善是善行善，从这3个方面来讲，都可以激发我们的阳气。4. 清静养心，存养阳气。素问《四气调神大论》曰：使志无怒，使花阴成秀，使气得泄。若所爱在外，养常之道也。就是说，要神清气和，快乐欢畅，心胸宽阔，精神饱满，如万物生长需要阳光那样，对外界事物要有浓厚的兴趣，培养乐观外向的性格，以利于气机的通泄。总结起来，就是保持良好的情绪，而好情绪来源于清静养心。孙思邈提出自治、自克、自悟、自解，是指善于排解自我心理调节，以达到气静神定。另外，也可以从培养各种兴趣爱好，如书法、绘画、集邮、养花、下棋、听音乐、跳舞、散步等方法，控制情绪。广泛的兴趣爱好有利于陶冶性情，驱除烦恼与忧虑，使思想专一，而达到静心之目的，使内心的阴霾一扫而光，阳气就会恢复。5. 阳气不足向天界。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，享受着种类最丰富的食品、洁净的水源和充足的医疗卫生资源，但为什么近些年来，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有时反而不如农村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，城市偷走了太阳，也偷走了真正的生活。现在的城里人都蜗居，已居着，为了能买个厢房而拼命，早出晚归不见太阳。一些房间的阳光被高楼大厦遮挡着，很多北漂族住在地下室和没有窗户的隔板房里，压力和疲劳已经是对自身阳气的损耗，再加上没有能力讲究居住环境，人们离太阳似乎越来越远了。
现在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。平时上班早出晚归，唯一能多接触一些阳光的时间，只有夏季上下班路上那么一小会儿。而经常开车的人，连这点晒太阳的时间也省略掉了。不但晒不到太阳，进了办公室，本来最需要有强大阳气来保护的后背，还得让冷飕飕的空调风吹着。过这种生活的大多是奋斗中的年轻人。有句话说，前半生用命换钱，后半生用钱买命。咱们还是把辛苦换来的钱留到以后享受一些更自由的生活，不要拿来换命的好。我有一个很简单的戒阳养生的办法，每过2个小时就把缩在电脑前的背脊挺起，走到被阳光普照的窗前，转过身来，背对窗子站上10分钟。人体的阳气就像天上的太阳。黄帝内经中说，阳气者，若天之与日，失其所，则折寿而不彰。就是说，人体的阳气像天上的太阳一样重要。如果阳气失去正常的运作，而不能发挥其重要作用，人就会减损寿命或天折，生命机能亦暗弱不足。阳气是生命的根本，生命即是一团阳气，因此说，阳气对于我们非常重要。养生要养阳，治病也要养阳。只有明白了阳气的意义，我们才不会无谓地耗损自己的阳气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提升阳气，愿你阳气充盈，充满活力与能量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